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。大家好，我是真茶君普文。接到茶友寄回来的几个茶，一个红昌3公斤生饼，1999年的，还有一个哀牢山野生茶2015年的，还有一个1998年生驼，这是一个100克的驼。好。那今天就为茶友来评测一下这款哀牢山野生茶2015年，因为这是一款散茶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茶倒到这个锅里面，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评测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条形啊，确实是一个野生茶。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找到那个白色的芽毫，怎么都没有找到啊，这就是野生茶的一个特征。再来看一下，从茶条上我们来做一个分析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叶片，这个叶片就是野生茶芽苞长出来之后有2片小小的叶片，我们本地就把它叫成库。如果发酵成红茶的话，它会成为一个红库，红色的库。根据普文前几期视频跟茶友们所讲的，请大家跟普文一起来一步一步往下做一个分析。普文为什么捏这个茶条啊？这个茶条还是干燥度非常高，说明保存的还是比较不错。那我们要判断这个茶是不是15年的，首先在干茶的那个部分，我们必须做一个就看色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色确实是已经比较沉了，有一些年限啊。然后我们再来闻这个干茶，它是一个什么味道，有没有出那个陈味。好，有一股陈味，但是这个茶这个陈味有点潮湿的感觉啊。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条形的色度啊，它相对来说比较暗。那我们先不管刚才所判断的，我们再进一步往下来判断，我们来做一个开汤，做一个检验。好，在前几期视频拍摄当中啊，曾经有茶友跟普文说我用手拿茶叶，他说不是很雅观。确实普文也承认啊，但是为了拍视频的便捷性，普文就不再做茶理上的一些讲究，以通俗的一些方法展示给大家，大家可能会更容易去接受一些内容，让大家更直观的来了解到。大家看一下投茶量大概是这样左右啊。今天的视频可能加深了一点内容啊，因为今天的面对的茶是老茶，平时普文输出给大家讲的都是新茶类的知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汤，茶条还是很干净啊，10秒钟左右啊出汤，因为它是个散茶。来看一下这个汤色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盖碗盖啊，很少有那个白泡沫啊，说明这个茶底子还是很干净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个茶汤，茶汤相对来说清透度它是非常高的，有一些小碎点，也有一些小黑点啊，这可能会比较清晰，小黑点。好，我们来闻一下这个茶。这个茶陈味已经很重啊，但是从这个陈味当中又出来一个深度的味道，它是有一股杏子的味道，就是梅子的味道，梅子的味道带有一点点酸。普文在这里跟大家讲解一下，因为含水率过高才会出现这个。我们再来闻一下叶底啊，闻这个叶底上那就非常明显了，一个苍味就非常明显了。这个茶普文在这里直接可以判断过受潮过了。我们来泡喝的第一泡，好，大概5-6秒钟啊。但是这个茶还是有救的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有略微的失汤，不是严重的失汤。甜，野茶的特色就是入口水细，然后甜，回上来有一点点涩，这跟长时间闷封在那里也有一定的关系啊，尤其是老茶。但是这个茶总体来说甜。好，我们继续泡喝的第2泡，我们再细细的为大家来讲解。出汤看一下，这个汤色是非常好的，待会儿跟大家来分析这是机器杀青还是手工杀青，黑虎点相对来说比较多。好，我们再来喝第2泡，这个茶略微有点涩底啊，就是因为闷了，水甜，就是水甜，野茶就是甜，但是这个陈味相当重，现在这个陈味比较明显。我们来焖泡一下，我们把这个茶完全解析给大家，请不要走开，3分钟之后让大家知道真实的现象。好，一个走神，5分钟过去了，我们现在来出汤看一下，焖了5分钟之后这个汤色是怎么样的一个汤色。哇，这个烫不赢了，叶底应该完全展开了。我们首先来闻这个热汤香啊，这个汤色大家都能看到了，已经是就是酒红色了，比黄金汤样更深一点。好，我们来闻一下热汤，这个热汤香跟这个叶底能把这款茶
有没有湿仓过，完全能够分辨出来。这个茶一定有轻微的湿仓啊，我建议茶友要通气啊，可能一直有闷。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漂浮的几个大黑点，这是草糊的。好，我们简单的来品一下这个茶，苦中带有酵味，发酵的味道，就是这个发酵的味道不是自然陈化的那种发酵，是带有略微湿仓的一种味道。大家看一下，我杯底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糊片啊，黑糊片，大家看一下，倒出来做一个定义。好，我们先来看颜色是不是非常的不均匀，有紫叶啊，这个不是泛红，这个是发酵过了，叶子采下来有发酵，有些是紫叶啊，叶子带紫色的。像这个茶，大家看这个干枯是怎么造成的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，请跟我一起检测的茶友牢牢记住，这样的摊凉的这一步是做的非常老的，脱水脱的比较重的，你揉这个叶底它怎么都揉不坏了，它是一整个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讲这个糊点是怎么来的，黑的糊点啊，我们找一下有没有这个糊的杆子，但是在普文找的过程当中，它没有糊的点，叶面没有炒糊的。这个茶普文说句老实话，这个茶不是手工杀青的，这个茶一定是机器杀青的。手工杀青的话，它会有糊点的，还有边边皱皱都会有起那个泡的，因为野生茶要比任何家茶都要难杀青，这也是一个知识点，请大家牢牢的记住。所以野生茶大家看到了，比如说有起泡的叶面，那是属于正常，因为野生茶的粘性非常大。像这种正常的茶放锅里杀青不到10分钟全部粘在一起，如果散锅不及时，火温过高立马炒糊。这就是普文告诉大家的一个制作经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茶的采摘，这个野茶的采摘非常嫩啊，看似这种是1芽3叶的采摘，但是大部分还是1芽2叶的采摘，杀完青之后有焖了一下的。你像这个特别容易腐了，根上这是有焖过的。颜色为什么这么均匀不一，都是有焖过的，并不是5年的陈化导致它颜色均匀不一的。像这个是完全叶底是有发酵了，不变黑了啊。我们来拉丝看一下，这个茶其实树龄不是特别小，但是这个茶的茶气它不够足，这个是焖过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再跟大家来看这个，一般有库的野生茶树啊，它就会有这个库，这个库其实是现在这个季节，比如说3月份这个季节，它是还是一个芽苞，还没有把叶面打开。这个库的最两边，当芽头冒出来，最两边打开的2个瓣，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库。杀完之后就是这个黄黄的这一片，非常小的一个叶子，自然生长的一个规。按野茶来说，这个茶15年很正常。如果没有经过杀青完后一堆在那里，热的温度啊，焖到凉，这个汤色包括10年，而且在保存正常情况下啊，焖都焖不出来这个汤色。野茶它汤色是非常淡薄的，所以普文直接告诉这个茶友，这个茶第一点它有略微的湿仓，请这个茶友赶紧通风散一下，做一个处理。这个茶采摘太嫩了，茶气不够足。好，本期的视频评测关于2015年的哀牢山野生茶赛青评测就到这里。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关注普文，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评测、真实的原产地、真实的讲解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期节目见。